老铁们放慢脚步，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2025最新恐怖片《诅咒之日》。超乎想象的番茄汁。话说来自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，3女2男共5人开车来到一栋古老的房子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屋主出一份改造成博物馆的装修方案。这栋宅子的前任主人老卡是一名收藏家，家里全是各种琳琅满目的古董。目前他已经过世，现在所有的遗产都交给了大卡和小乔兄妹俩。此时家里还有教授和丽丽2名考古学专家，专门负责对那些古董的清点。因为大卡兄妹俩对这些古董一无所知，随后他们在大卡的带领下参观了这栋老宅子。屋内之大，藏品之丰富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小美就发现这栋老宅子只有一个出入口，感到十分的惊讶。而长发男对这栋建筑的基础是否牢固产生了疑问，眼镜男就在一旁记录下来。小美觉得3天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，她突然发现屋内有什么东西在晃荡。长发男估计是这里的老仆人，眼镜男就此表示同情，因为仆人每天一醒来就必须打扫这么大的房子。不久到了晚饭时间，大卡提出意见，希望小美他们在3天之内必须完成方案。于是方案小组的领导方姐就决定吃完饭就开始加班干活，其他人只好同意了。然而眼镜男觉得这里散发着诡异的气息，渐渐到了晚上的10点，保安大壮要去睡觉了，因此他就把一个手电筒交给长发男，意思是万一半夜发电机坏了，这个就能用得上。然后把对讲机给了大卡，表示万一有什么事情就呼叫他。刚交代完发电机就坏，大壮只好按着大门的密码锁离开，然后去修理发电机。这栋老宅子只有一个出入口，很快大壮就把发电机搞好，大家继续开工。然而长发男就和同事白裙女因为一件小事在书架子旁吵了起来。Dan sekarang nih lu lihat nih. Apa? Hah? Keramik. Gak usah pegang-pegang. 这让所有人大吃一惊，甚至大卡兄妹俩也是如此。小乔带头走了进去，他按下了电闸，密道顿时灯火通明。他们来到地下室，这里的收藏品更多。大卡非常的惊讶，这意味着老卡还是个有秘密的人。教授的助理丽丽看见桌子上的一块石碑，上面的文字告诉他，古时候有个国王因为一场战争而死亡。教授接着表示，这个国王没有留下任何的古迹，直到1970年，人们发现了他的坟墓。在挖掘的过程中，有件文物却失踪了。与此同时，白裙女盯着一把马来剑仔细的查看，而教授就盯着那个大型的雕像看，因为他认出失踪的文物就是这个雕像。白裙女看着马来剑越发的好奇，于是上手拔了出来，好奇的用大拇指触碰一下刀刃，哪知道这把剑的刀刃是如此的锋利，竟然划开了一个口子，接着整个手掌出现黑色的纹路。此时的白裙女呆若木鸡，不知所措，其他人还在听教授讲关于国王的故事。突然白裙女看见了奇异的景象，很明显白裙女已经被诅咒了。10几秒之后，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口吐黑水，这下所有的人都被吓到，那把马来剑就遗落在黑水里。大家就去招呼白裙女，突然电停了，转瞬间又来电，然而白裙女却不见了，大家惊呆了，于是四处寻找起来。几秒之后又停电了，还好大家有手电筒。突然白裙女出现在雕像的头部，大声的叫喊起来，意思是第7把马来剑终于有了力量，作为权力的回报，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。刚说完，连人带剑都消失了，大家惊惧不已。正在四处观望之时，白裙女也不知道从什么方向窜了出来，直接把教授拖到一边，对准他的腹部就是一剑，然后放开了教授走到一边。众人见状赶紧扶住教授往地面跑去，就见白裙女说了几句咒语，然后反身就去追着众人不放。可是大家跑上来也没有啥用，他们不知道大门的密码，根本无法逃出去。这里只有一个出入口。此时白裙女已经追到眼前，只见她一把抓住芳姐不放，然后用舌头舔舐芳姐。在一旁的长发男胆子比较大，拿起一个陶罐砸向白裙女的脑袋，可这对他一点用也没有。
长发男正在想不明白的时候，白裙女一脚踹翻了他。大卡一看这是要出人命啊，于是拿起一只古代长矛，冲着白裙女冲了过去，直接戳穿白裙女的胸膛，插在门板上，顿时黑水直冒。大家觉得这下可安全了，于是汇集在一起继续找出路。万万没想到，白裙女根本没有死，只见她做了一个惊人的动作。吓得其他8个人四散奔逃，小美和丽丽以及芳姐逃到一间黑屋子里，白裙女开始冲击这扇门，而大卡兄妹俩就和长发男以及教授躲到了厨房。随后白裙女在墙上若隐若现转移他们的视线，很快就把教授抓住，其他3人根本不敢救，趁机赶紧跑出去。接着白裙女下手极其的残忍，先是拔掉教授的舌头，然后用马来剑划破教授的肚皮，接着把那些猪下水掏了出来，简直不忍直视。教授就这样去领了盒饭，眼镜男躲在柜子上大气不敢出。惊奇的一幕发生，只见那把凶器马来剑打了一个弯。此时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，大卡等3人躲进了一间屋子，他十分不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长发男就认为大卡肯定隐瞒了什么，大卡表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于是2人争吵起来。妹妹小乔就把2人拖开，强调自己和哥哥大卡一无所知，他们从小其实很讨厌这栋房子，他们几乎是在外面居住的，外面的人都叫他们的父亲是疯狂的收藏家。突然大卡想起之前这栋老宅子遭贼偷盗，但是那天晚上也不知道为何，保安加上小偷一共死了7人。然而父亲老卡却向公众隐瞒了这件事。与此同时，大壮给发电机加入了柴油，很快屋内通电了。这下被困的众人稍稍松了口气。芳姐冷静地表示屋内根本没有手机信号，除非是大壮进来才会发现这一切。另一边，眼镜男偷偷跑到客厅，找到了对讲机通知大壮。随后大壮按了密码锁，发现密码锁失灵了，于是就用钥匙开锁走了进来，瞬间房门自动锁上。大壮拿出警棍四处张望。此时的马来剑打了个弯，这一幕被躲进柜子里的眼镜男看得一清二楚。白裙女就提着大壮的脑袋到处乱窜，正好小美和芳姐拿着铁棍以及丽丽从2楼走了下来，白裙女就把大壮的脑袋甩在3人的面前。很快白裙女就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，这次轮到小美倒霉了，她被按在白裙女的身子下面。还好长发男及时赶到，用椅子打翻了白裙女，接着4人合力用大餐桌顶住白裙女，这个方法好像有点用，然后4人松手就找地方躲避。很快大卡等4人跑进了地下室，然后把过道上的出入口恢复原样。这下白裙女一时半会也冲不进来，而小美和芳姐就躲在另外一间房。不久丽丽在地下室找到老卡的一本日记，上面有关于马来剑的记载。原来在古代，这把马来剑的铸剑师在被国王杀害之前下了一个诅咒。 Chris menciptakan kutukan dengan setiap satu nyawa. Chris akan membentuk sebuah lengkungan dan baru akan berhenti setelah ngambil 7 nyawa. 这下大卡想起了之前老宅子里发生的那场惨案，正好死了7人，那么这下就完全对上了。也就是说，今晚他们当中必须死去7人，这个诅咒才会解除。这时长发男想起了小美的安危，他一直暗恋着她，于是就返回地面。此时白裙女砸开了小美他们所在的房门，两人躲在床底下大气不敢出。很快芳姐就去领了盒饭，这时马来剑又弯了一下，眼看小美就不跑，长发男赶来护住了小美，其他人也陆续赶来。长发男首先发动攻击，接着其他人一拥而上把白裙女打倒在地，大家就往客厅里跑。不死的白裙女慢慢的爬了起来，很快从大卡手上抢过马来剑。此时的大卡脖子上被马来剑割伤，注意看，凡是被马来剑刺伤的人都会发生变异。
此时的大卡性情顿时大变，然后转身拿一个铁器把眼镜男的脑袋砸得稀烂。另一边，丽丽和小美找到了大壮身上的钥匙，在危急关头打开了房门，他们躲进了花园里，白雪女也跟了出来，把丽丽扑倒，顺手就是一剑。小美一看附近还有一把割草机，于是拿了过来，对准白雪女的脑袋横向切过去，顿时白雪女的天灵盖被掀掉。这时马来剑又弯了一下，大家以为这下肯定安全了，哪知道长发男开始发作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共死了5人，看样子这个诅咒由他接着完成。丽丽转身要跑，结果被长发男一剑捅死，吓得小乔赶紧把房门关上，两人和大卡会合后就往地下室跑去。突然长发男从天而降，3人加快速度，终于把长发男隔离在外面。长发男就使劲的重击房门，3人就在那里瑟瑟发抖。最后还是大卡觉得只要把长发男杀了，正好就是7人，那么诅咒就会停止。小美当然不同意，她心里还是有长发男的一席之地。在大卡强烈说服之下，小美只好无奈的同意。几分钟之后，长发男冲了进来，没想到长发男还有一口气，于是就暗示小美拿马来剑杀了他。小美经过一番心理挣扎，就照做了。大卡非常开心，因为这意味着诅咒解除了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小乔竟然诅咒上身，口吐黑水。之前他也被马来剑刺伤过手指，大卡这才看见马来剑的刀刃上只有6个弯，也就是说这个诅咒还没杀到7个人。他想起眼镜男不是被马来剑刺死的，说明这些被马来剑刺死的人数还不够7人。于是捡起马来剑刺向小美，他当然不希望是他们兄妹俩中的任何一个人死去，结果他还被小美反扑。可是小美却不知道马来剑的用途，她是用其他铁器杀了大卡。那个场景过于残忍了，这栋房子里的人简直跟疯了没有什么区别。随后小美清醒了，看着这些血淋淋的场景，觉得没有必要活下去，于是捡起马来剑自杀。马来剑的诅咒顿时消失，然而小乔也彻底疯掉了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，我觉得本片拍摄的还凑合吧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没想到印尼也能拍摄这类番茄汁片，故事的设定还是跟某种古老的诅咒有关，亮点就是番茄汁管饱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